充满焦香味、粒粒分明的铁板炒饭到底是怎么炒的呢？今天来揭开铁板烧炒饭的神秘面纱吧！欢迎收看克里斯餐桌，我是 Chris。克里斯我向来非常支持好的农产品，尤其是台湾在地的农产品是绝对要支持的所以呢，今天我又带来好米啦，就是这个来自花莲的挖好米。那各位知道花莲好山好水嘛，尤其是花莲有重谷地形，没有办法设工厂，所以也没有废水污染，更不会有重金属污染。像我就优先选择产销履历或者是有机标章的农产品。农民种出好的农作物，经由行销推广出去，民众清楚知道手上的农产品从何而来，环境有多棒，种植的过程有多么辛苦。那这些过程还能教育到小朋友，人人都能更加珍惜食物，更加愿意掏钱出来买这些农产品。那这些有形无形的回馈，农民都能得到，也会更有动力的把农产品做好，整个全环链都能达到共利。像这样子把天然健康的农产品做到物产共利，就是这个挖好米的理念的好，那么重点来了，这么好的米要去哪里买呢？刚需要搬山过岭去花莲的部落买，唔免；刚需要在摇来摇去的太鲁阁号去花莲买，唔免。那今天只要动手指到中华邮政的爱邮购网站购买就好啦。那我最近一次邮购还是国小的时候，拿着一本邮购目录，跟同学挤在一起看没想到时至今日呢，邮购已经进化到网络上的爱邮购了。那这个爱邮购跟一般购物网站最大不同是，它是以台湾在地农特产品为主，而且主打有国产安心标章，比较贴近民生需求。那像是你今天看到的米火龙果、地瓜等等的，而且目前呢用爱邮箱取货也有特别优惠哦，详情请看资讯栏介绍吧。好啦，那重点是呢，我们用这个爱邮购购买有一个很方便的地方，就是可以用爱邮箱取货。那这个米就是我刚刚从爱邮箱取回来的。爱邮箱我之前用过，超方便。之前有一次邮差送包裹我不在家，他就打电话来说，爱邮箱可以自取。我就到邮局的爱邮箱面前输入密码，然后确有其中一扇门打开了，超方便的，不用排队，而且像电影里面的剧情一样，去神秘的置物柜取货。那今天这个米饭料理正好也补上我心中的一块砖铁板炒饭。那铁板炒饭跟一般的中华锅炒饭有什么不同呢？当然不同啦，直接开始做吧。新手煮饭一定会被一个新米跟旧米的迷思混淆，其实没有这么复杂。现在市售包装米大部分都是新米，怎么判别呢？很简单，来看一下它的制造日期，在这里有没有？这个很接近我拍摄时间，几乎是当月份的。采收1年内的都可以叫新米，但其实没有这么严格啦，因为现在的米大部分都是真空包装，只要没有破损日照，超过一点时间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所以如果在传统米行买米，就得特别问一下店家这是新米还是旧米。但也不是说旧米就绝对不好哦，虽然旧米流失水分比较多，但相对的它比较适合做蛙粿。这个改天我们再做一集看看吧。要让米好吃 Q 弹，有个秘诀是把米洗干净，张开你的虎爪。对，切菜是猫爪，洗米是虎爪，不要搞混了。加点点油可以让米饭更加粒粒分明，这对炒饭是有帮助的。记得炒饭用的米血量要控在标准。如果习惯饭煮比较软的人，那么就要往回修正哦，不然你会炒得很辛苦。
先在 tray 上面涂一层薄薄的油，这是为了防止沾黏。把饭倒进 tray 里面，果然是生长在好山好水的挖好米，粒粒饱满又均匀啊。底下垫个网架，就这样放着让它自然降温。再把冷却后的饭装进夹链袋里面，尽量使用夹链袋哦，这样子水分比较不容易流失。把饭尽量铺平，放在冰箱至少放半天或1个晚上。对啦，就是你们说的隔夜饭，这一次炒饭终于要用隔夜饭了。冰过后的饭，把结块的地方搓开，这样可以省去很多把饭炒开的功夫哦。由于在铁板上炒饭的时间会比用中华锅炒的时间还要长，而且锅具是平面的，所以水分流失也比较快。用这种冰过的隔夜饭来炒，再好不过了。铁板炒饭用的配料基本上跟一般的炒饭没有什么差别。我在过的店大多都是洋葱、大蒜、红萝卜，还有红黄甜椒，这蛮有趣的，大家都是这样配，应该是为了配色好看吧。那我个人要吃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加这一个干香菇。加了干香菇的炒饭啊，特别的香。新鲜的菇类也可以啦，有些会用杏鲍菇，那顶多增加点口感而已。但是干香菇本来风味就比较浓缩了，在经过梅纳反应后，香气更迷人，只是成本高了点。因为铁板烧炒饭一定都会加另外一个成本也很高的樱花虾。对了，没错，樱花虾炒饭啊，俨然成为铁板烧炒饭的代表了。这种规格是属于樱花虾皮，就是最薄的那一种。你不要买那个大只的樱花虾哦，那个虽然更贵更好，但是用在炒饭太扎嘴了。切配料都是平常的刀工，只是要比平常切得更细一点。但是我提供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降低门槛。譬如这个阶段是一般常见的蒜碎规格，当你持续越切越细，蒜碎越小，它也更容易通过你抬刀的角度。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主厨刀弧形的优势，前后摆动像这样子，这样可切的范围就更大了。然后蒜碎切得越细也会变得越黏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刀子把蒜碎抹平在砧板上，到这个程度就会越来越好切了。你只需要保持相同频率，一来一往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像这样子够细了吧？像这样子混合在炒饭里面，就不会因为太强烈的口感而觉得突兀。洋葱碎如果照之前教的做法，就是把它改刀改得更细一点而已。我先示范这一半就好了，等一下还有别招。这边就跟一般切洋葱碎的方式没有什么差别。接下来我们一片一片切下来，直接切断。你可以这样子下刀，然后手指挡着划过来，这样子就可以把食材整齐的留在原地了。把洋葱堆叠好，扶好，轻轻下刀，一边切一边配合弧度转向，就可以保持颗粒的一致性。看吧，成果也不差。这样子土法炼钢切虽然比较慢，但是成果也不输专业的刀法哦。而且我平常如果用不到这么多洋葱碎，我也是会这样子切。红萝卜这个门槛稍微高一点，因为它比较硬，所以你可以依靠这个刨片器。如果可以调整厚度更好，宽高一致就可以了。像我这样徒手拿食材削，表面上看起来危险，实际上一点也不安全。所以如果你们要用这种刨刀，一定要用它附上的安全护具哦。我还是用手切啦，这样切起来比较整齐有效率。切片后摊开，切丝切条，记得宽高要一致哦。再切成大约等宽的颗粒。相较其他蔬菜，红萝卜出水量算少，可以再多改几刀。好啦，切成这么小，配色好看，吃起来味道也不会这么突兀。甜椒比较麻烦的点是，它头尾切出来会比较不整齐，所以我们在餐厅的做法是头尾会先切掉，先抓出它凹进去的深度，下刀。屁股也是，这样就可以控在它地头的交界处了。身体中间划开，躺平之后，刀伸进去，刀面拼线贴在肉上面，一边转动甜椒，刀子一边这样子滑动前进，把贴在内侧的白色软组织切掉。再把目侧看到比较凸起来的地方，刀面平贴着，小心的修掉。好啦，这样就更平整了，这样子就可以完整把籽取下来了，而且籽也不会散落到整个砧板都是哦。至于这个长得很像坡蹄的头尾，你就可以另外单独使用，照着它的纹理切下来就是一颗颗圆圆的，炒什么拿来当配菜都很好看。再来就能更顺利的把甜椒切成整齐的条状，再来转过来切丁。好啦，差不多像这样子，这边我就没有太要求厚度一致的，不然切起来是蛮大颗的哦。至于如果单独切片的话，就会像这样子，一样是削下垂直面，但是你很难避开头尾的转弯处，所以切起来会这样子，会有点尖尖不整齐的地方掺杂在里面。不过还好啦，整体来说瑕不掩瑜。葱花就没什么好讲的，就尽量切细而已。如果一次没办法像我拿这么多，就拿少一点没关系，不要求快，安全到位比较重要。好啦，一样底下垫一张擦手纸，1周内用完。
哎，不用1周啦，这些量我吃1次火锅就用完了。香菇越大朵，肉就越厚，不管是新鲜的或干的都一样。我们可以先斜面改刀，大面积的一片一片切下来，然后就能顺利的切成比较细的条状，然后就能顺利切碎啦。由于香菇的形状本来就比较不规则，所以你可以事后改刀切得更细一点，提高平均值。好啦，酱油是炒饭香气的来源，记得哦，是香气，不是咸味。如果你要让整锅炒饭的咸味都来自于酱油，那这锅炒饭肯定会很黑哦。酱油你要用酿造或非酿造都可以，反正它只是个香气的来源，所以呢，有风味的酱油我觉得是个更好的选择，像是什么昆布啊、煎鱼、蒜味都可以。但今天既然要做的是铁板炒饭，那我当然首推的是铁板烧酱咯。虽然我之前推荐过的美极千味露也不错啦，但是全联好像没卖了哪里还可以买得到？底下留言告诉我吧。铁板炒饭会比较推荐把蛋拌进饭里面，我测试过1颗全蛋，大约可以容许2到3碗白饭，炒起来大约是2人份啦。樱花虾是唯一不用处理的食材，我们单独拿个容器装就好。其他食材把要先炒的，还有最后要撒上的分开放。开火热锅，转小火再大一点点就好了。那这个是我家最大的平底锅啦，跟你们一样有30公分，这个拿来做铁板炒饭效果还不错。那如果你家没有这么大的平底锅，没关系，待会还会教你别的方法。由于铁板炒饭材料比较多，需要个别预先处理，所以蛋我们留着后面跟饭一起下就好。下点油，把油化开。首先把樱花虾煸起来，趁着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慢慢煸。油不够再补一点上去就好，让樱花虾全部吃到油。不断的来回翻炒，集中再摊开，让它煎一下。重复几次动作后，就慢慢变这样子，呈现酥酥的感觉，而且有焦香味了。起锅。好了，你就得到一碗香酥的樱花虾了。现在锅里的油是足够的，我们直接来炒香菇、大蒜、洋葱，多点，我喜欢洋葱。你们讨厌的红萝卜，一样哦，不断的摊开，集中半煎半炒。如果觉得油不够再加没关系。铁板炒饭有个优点是，它可以把油量控的比较少，也不影响工作。好啦，像这样子有熟了，有香气的，起锅，再补点油上去。现在锅子温度已经慢慢的升高了，下蛋。刺破混合在一起，不用怕粘锅哦，大胆的炒在一起没关系。你可以把铲子盘啊，像这样子缠起来，你会发现它其实也不算粘锅啦，就是变整片的而已。等到蛋都凝结成块后，你可以再补点油上去，这时你会发现接触到热油的蛋会产生剧烈反应，而且会更香。我们可以用铲子的背面把蛋压碎，在高温的热油上施压，蛋会产生更多的香气。如果想让蛋更碎一点，就像这样子，用2只铲子轻轻的剁碎它。蛋炒得越碎，接触热油的面积也越多，也会得到更多香气。白饭进来，推开来跟蛋碎混合在一起。有看到明显的结块，就这样把它压开就好。我们先初步的把蛋跟蛋碎混合，把明显结块的地方大致压开，然后就可以进行初步的调味，均匀的撒上盐，让饭有基本的咸度。然后就用揉压的方式把饭粒慢慢推开，让蛋液慢慢受热凝结，慢慢分开。那假如你家里只有25、26公分的平底锅呢，那就可以像这样子，一手握着把手，一手拿着铲子晃动锅子，慢慢推，这也是个方法哦。总之，铁板炒饭就有点类似半煎半炒的方式，记得也要不断的摊开，集中翻炒，让上下面都受热均匀哦。一边揉一边用肉眼观察哪边有蛋液还没熟粘在一起的，就把它们拨过来炒开，直到炒散了，你会发现米粒开始在铁板上跳动。那就表示米粒已经充分受热了。刚刚炒好的洋葱也可以下来了，全下。这些食材都是含有水分的，快速跟米饭拌在一起，一边补充水分，一边让它们炒得更香。同时注意米饭的状况哦，它现在跳动不要高兴太早，这同时代表它水分也在流失。我们得趁着它跟食材混合好，还在跳动的时候，赶快进行调味。基本的咸味定出来后，就来点胡椒，还有铁板烧酱，中间拨开一个位置，把酱淋在铁板上，快速混合。这边手脚要快一点哦，快速把酱油跟饭混合在一起。等颜色定下来之后，再来下甜椒。甜椒吃到酱油色就不好看了啦，炒一炒让它断生就好了。最后才是樱花虾还有葱花，稍微拌一下就可以起锅了。趁它状态最好的时候，赶快起锅。
好啦，再加复刻出的铁板炒饭就完成了。由于铁板炒饭是属于半煎半炒的方式完成的，所以香气会比较高，会有一种焦香味，而且更加的粒粒分明。跟中华炒锅的版本比起来，其实算偏干啦，但它优点是油可以控的比较少，而且也可以得到很多香气。那你如果说不要这么干也可以啊，就早点起锅嘛，反正方法都教给你了，自由发挥吧。